我们连接完电源和气泵之后的话，就可以升电了。然后我们上电之后的话，首先进入界面的话是一个登录界面，用户名的话，我们默认就是按密码的话，默认0。进来之后，我们点这个管理，管理的话，我们可以支持这种密码的修改，包括一些子账号的一些设立，它的一些权限呀、校准，或者说这些都可以去设置。然后再有，我们就进入这个测试界面。测试界面的话，我们出厂默认的是一个自动测试，我们点掉的话就是一个手动测试，就我们可以手动人为的去增压或者说减压。然后我们的右上方的话是一个标准的选择，我们内置的这些标准包括一个自定义标准，是现在目前来说市场上常用的这些都是包含的。然后我们进这个测试界面，测试界面会有一个测试设置，测试设置的话，我们这边会看到一个预进样的一个体积，也就是我们从这个注释器到上方的一个预进的一个体积，大概其5毫升左右就可以。然后测试体积可以选择5或者10，测试次数的话3次或者5次，当然这些东西都可以按照实际需求去进行改变的。然后正负压的话，按照我们的油的粘度去进行设置，油的粘度越高的话，我们正压可以相对应的提高一些。然后负压的话主要是用来除气泡的，也就是我们油里面如果有气泡的话，我们可以用负压去进行消除。这边是一个负压的维持时间20秒。然后取样时间间隔的话，就是我们每一次抽取油样的一个间隔时间。排液进液速度是15毫升，这个是不变的。然后排液速度的话40毫升。然后第一次右边的话是第一次数据不记录均值的话，也就是我们第一次测试的数据是不记录均值的。预测体积和这个2选1就可以，然后自动打印自动储存。储存方式的话 U 盘本地，本地的话1000条储存，过后自动覆盖。这是测试的设置。然后自定义设置，也就是我们可以按照自己不同的粒径要求，比如说我们想测一个，这里我们修改一下，我们想测一个80微米的一个粒径，然后保存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测试界面选这个自定义，就看见有一个80微米的一个粒径，这是这个自定义。然后总共支持这个64通道的一个设置。输出设置的话，就是我们对这个平条打印出来的一些名称或者编号进行设置。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打印的一些数据的显示，默认的话我们是全部都打开的。然后系统设置的话，中文时间这个比较简单。然后是标准校准的话就是我们企业也好，或者生产厂家或者说第三方检验机构去进行使用的一个功能，是为了确保这个仪器正常的或者说更加准确的去测量一个结果。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是1年一校准，我们日常使用中是涉及不到的。然后数据查看的话，这是我们之前测的那个数据，我们可以在这里首先从它的右上方可以选择它的不同标准，就是测试的一组数据，我们可以选择它不同的一些标准，它会自动去转换它的等级。然后我们可以打印导出资料的话，就是我们哪个时间去测试的这个时间和这个操作人员这个信息。然后这是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的一个测量。然后我们按这个1组、2组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之前里面存储的有几组数据，我们在这里切换就行。然后数据查询的话，也就是我们可以按照时间标准去进行一个数据的查询，并且导出、打印都可以。然后维护的话，我们分为3个功能，一种的话是清洗检测，也就是我们想洗到某个颗粒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干净程度，比如说我们想洗4微米的话，每毫升达到100的颗粒，它会自动去清洗，直到清洗到这种结果之后自动停止。然后反向冲洗的话，就是我们当遇见大的颗粒堵住这个管路或者说传感器之后，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反冲的一个清洗。当然这2个功能的话，日常我们在测试功能中很少会用到。正常我们清洗的话，就可以直接输这个体积，清洗体积，比如说22毫升，然后清洗速度50毫升或
或者40毫升都可以，直接点开始，它就会自动清洗，清洗满20毫升之后自动停止。然后我们就下一步进入测试，因为我们这里为了时长要求的话，我们就不做过多介绍了。然后这个次数的话，我们也改成1，相对应的话去查看一下就可以。对，保存完之后我们点这个测试，我们随便选一个 NASA 或者其他标准都可以。